大家好，知乎上浮游老师在 Ton 视频的下边发了一个评论，引起了大家兴趣。身在德国的浮游老师是G派里的重要人物，但他一直是比较应该说客观评价吧。自从 LK99 在去年7月份突然成为热点呢，在相关领域引起了很大的反应，既有反对的，也有赞成的，慢慢呢就形成了社群泾渭分明的两派，就是所谓的岛派和G派。这次呢G派的浮游老师对华南理工大学 Ton 网友就是 B 站账号 KitCoat 的这种抗磁薄片的视频呢是给予了高度重视。我们看看浮游老师说了啥。他说 Vortex 引起的圣磁我测过很多次，这种圣磁没有一次能打得过角弯力的，磁场一翻转它们就得跟着转。Ton的样品在可能超过超导临界磁场的情况下都翻转不过来，这是比铁磁更强力的磁性，潜力巨大。Vortex 就是涡旋是吧？一般超导体里边才有的，所以浮游老师呢是按照默认 Ton 的样品是超导材料评价的，10分超导哦。对我们先来聊聊真的是超导体涡旋产生后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先说一下浮游老师他话里的几个概念什么是圣磁remanence圣磁就是指材料中在外部磁场去除后依然保留的这种磁性。通常一个磁性材料在外部磁场的这个作用下会被磁化，当外部磁场移除之后呢，那某些材料呢能保留部分的这种磁化状态，这就是圣磁。那角弯力又是啥呢？角弯力呢是指完全消除材料圣磁所需要的最小的反向磁场强度。如果一个材料有较高的角弯力，意味着它能抵抗外部磁场的这个影响能保持它的圣磁。那么磁场翻转和圣磁之间有啥关系呢？在普通情况下当这个外部磁场翻转的时候呢，磁性材料的圣磁也会随之翻转。换句话说外部磁场的变化能够改变材料的磁化状态。所以理解了上面几个概念，应该就能理解浮游老师的这个评论了。在超导体中当外部磁场的强度超过它的临界值时的时候呢，磁场开始渗透进了超导体，形成所谓的磁通涡旋。这种涡旋是超导体内部的这个局部区域，在这些区域内的一个超导性被破坏，而周围区域仍然保持着超导状态。每个涡旋都携带一个量子化的这么个磁通量。那么涡旋和圣磁之间的关系在超导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些涡旋在外部磁场存在的时候形成了，并可能在磁场去除之后呢，依然卡在这个超导体中，从而导致了圣磁的现象。外部的磁场已经去除了，这些涡旋呢仍然存在，维持着这个局部的非超导状态，并导致磁场的这种残留。所以浮游老师看了 Ton 的视频，就得出了直观的结论，也就是 Ton 的这种特殊样品的行为，即使在超过超导临界磁场的情况下，它的圣磁也无法被外部磁场反转。这就意味着这种材料展现出比铁磁材料更强的磁性，表明它有很大的潜力。比如可能在某些领域，像储能是吧，磁性材料的应用可能有比较重要的应用价值。这也是我过去视频多次提到的LK99 用的这个铅磷灰石体系，给材料研究打了一扇窗。即使最终它不是超导，那在其他领域的这个材料研究里边也能有突破和创新。当然Ton的样品也可能是非超导的电阻性材料哦。那在这些材料中不会出现超导体中的这个涡旋现象，但是在变化的磁场中会产生涡流。涡流呢是由磁场变化是吧引起的这个闭合的电流环，在材料的内部形成，所以涡流会产生一个反作用的磁场。根据楞斯定律呢，这个反作用磁场呢会与原始磁场相对抗。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，这种涡流并不直接导致圣磁。
胜磁啊，通常是指材料在去除外部磁场后仍然保留的这个磁性，那这和材料的磁质特性是有关的。所以呢，如果能够确认透的样品有胜磁，那就和这种非超导电阻材料引起的涡流就无关了。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种更为复杂的情况，混合相材料是吧？其中包含了一维的超导链。假设这些超导链在低于它的超导转变温度的时候表现出超导性，如果这些一维超导链形成了闭合的环路，理论上也可以在环路中形成涡旋。当然了，如果整体材料的电阻过于低，就表明这个超导链非超导材包围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即使这个超导链内部无损耗，整体材料电阻，特别是在这个超导链之间的传导过程中啊，在这种混合材料中，如果超导链形成了涡旋，并且在外部磁场去除这些去除后啊，这些涡旋啊仍然被困在这个超导链中，就可能会导致材料展现出这种胜磁。这种胜磁的存在呢，它将依赖于这个超导链的这个特性和涡旋的这个所谓动力学。所以啊，浮游网友的这个评论呢，让我们联想翩翩了。我们从上面的讨论啊，可以知道呢，涡旋 vortex 引起的胜磁啊，是一个涉及比较复杂的这个过程的这个话题。无论是在超导体、非超导体电阻材料，还是在包含这个超导链的混合相材料中啊，这种类似的现象都展现出了这个物质内部世界这种微观世界的奥秘。当然了，Thorne的样品是从原石开始的，所以啊还有钛元素，甚至可能就是热解石墨掺杂了某些特殊成分，所以这条线和 LK99 的研究啊已经完全不同了。我昨天介绍过研究了1辈子石墨的那个巴西老教授是吧？他的故事后面啊，我们会更多的介绍一下这个石墨周边的这些材料故事，黑乎乎的，好吧？今天视频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